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自上周6起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工作访问，期间他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多名政要及商界领袖会谈。外界注意到，李显龙是拜登就职以来首位访问美国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一向呼吁中美合作的新加坡对于中美关系有核心表态。俄乌冲突下，新加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不选边站的新加坡此次有意跟随美国起舞？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二，到访美国的李显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拜登进行了约1小时的会晤，双方就亚太地区问题、乌克兰局势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拜登在开场白中表示，李显龙是在西美两国的关键时刻到访。多年来，新美的战略关系支持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李显龙回应表示，新加坡与美国在经贸、安全和防务领域有极佳的关系。他期待与拜登讨论进一步推进与拓展新美关系的新领域，同时推进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在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李显龙表示，上一次同拜登见面还是在 G20 罗马峰会期间，如今两人再次会晤，国际局势已经产生变化，乌克兰危机导致世界不确定性上升，这也会对亚太地区产生影响。因此，亚太各国需要保持开放的对话渠道，构建包容性机制，避免潜在燃点升级为冲突。 Countries with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eed to pursue all efforts to settle disagreement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so that we can avoid re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It'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keep open channels of dialogue between countries, includ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is will help to manage developments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 and prevent misreading each other's intentions. 李显龙介绍，他与拜登讨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加强战略和经济投入的重要性。他指出，促进一个开放、包容、实心而灵活的正面经济议程是重要的。新加坡因此欢迎美国提议的印太经济框架。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尽管拜登自上台以来一直兜售其印太战略，李显龙也对此表示欢迎。但在新美元首开场和记者会上提及本区域时，李显龙仍多次使用亚太一词，仅少量提及美方制造的政治名词印太。对此，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上周也曾强调，无论名词如何表述，把精力和创造力投入建设和发展融合而非分歧的架构上更为重要。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推行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实际上跟中国的关系这个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种恶化和竞争这是新加坡所不愿意看到的。李显龙使用亚太而不是印太这个词，反映出来实际上这个亚太本身这个地区，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地缘的、政治的、经济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当被问及对美国政府亚太政策的可预期性有多少信心时，李显龙表示，从宏观角度来说，美国两党对亚太政策的导向已经有了共识。That they want to engage China, that they're trying to develop a stable, predic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engaging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not just on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ssues, but also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nd other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links. And we in Singapor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roposals work. 在此次访美之旅中，李显龙还同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双方重申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地位，并认同持久的双边防务联系是新美伙伴关系的关键基础。新加坡与美国自1990年签署了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后来在2019年更新。在协议下，美国可以使用新加坡巴耶利巴空军基地和38望港设施，新加坡则可有3支空军训练分遣队在美国训练，并计划于2029年在关岛设立第4支空军训练分遣队。李显龙说，希望这次会谈能深化现有的合作，并探讨有利双方的新合作领域，比如在关岛为 F-35型战斗机提供培训，或在人工智能领域。在会谈中，李显龙与奥斯汀也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和地区事态发展。此前，新加坡对俄罗斯实施了金融和贸易制裁，也是东南亚唯一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李显龙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在此事上会采取强硬立场。When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broke out, Singapore took a strong stand on principle, because for us, the principle that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borders should not be violated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UN Charter is a fundamental and existential. 实际上跟它自身的这种地缘这种政治安全地位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面积比较小的国家，而且是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才开始独立的，所以其实它自从独立开始就面临着与周边比较大一点的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